嘿呦，各位，欢迎回来到了游戏频道，我是 Mike。那最近沉迷于这款仙侠战棋类游戏《天灵混元》，因为我很少接触这种战棋类的游戏，所以对这种游戏比较陌生。可是实际玩之后呢，发觉真的是乐趣十足啊，真的很像在下棋，难怪叫战棋游戏。而且许多场上的机制呢，因为有很多的因素或变数，让你玩起来不会一成不变，所以时常的需要变动队伍啊，或者是打法，还有角色的特性。这边我就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故事啊，其实就像众多的仙侠故事一样，在这个混元的世界中，充满着人、妖、魔、精等奇幻的生物。故事刚开始，因为天人即将发动攻击，侵略混元世界，于是女主则带着她的3位同伙腾蛇、叶准以及赖哥宝去营救第一位灵兽混元火灵残镜，希望借由解放这些混元灵兽来抵抗天人的入侵。而残镜呢，只是其中的一位灵兽，之后还有金、木、水、土等4位等着各位去解救，凑成5行啦。接着各位就要一路过关斩将，突破重围。那途中呢，也会陆陆续续加入许多队友来帮助你。让我还蛮惊讶的是，就是我以为团队顶多就5、6位角色，结果玩到目前这个游戏暂时的结尾段落时，团队来到了15位角色啊，感觉好像一个放大版的 RPG 游戏。而每位角色又有各自的特性、技能以及攻击模式，所以真的会让你玩得不亦乐乎。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就可以让你去研究。而我刚刚给这个女主呢打个问号，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没有以特定哪位角色为中心，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剧情主要是在双灵跟残镜2位身上打转，但控制上呢，并没有一定要玩哪一位角色，可能玩到最后，各位反而会特别喜欢某几位特定的角色啦。像我就很喜欢刚开始的这个腾蛇及叶准，因为感觉就是一个他有 AOE 的控场，然后另一个呢，他是伤害的担当，而2位的技能呢又可以互补互成，所以我就很常派这2位上场。另外还有这个秋叶真人，这个我基本上就是把它定位成这个战斗法师的角色，他的攻击常常可以打出就是很惊人的伤害，所以最后各位一定会有几位比较喜欢的角色啦，反而这个主角可能就比较会被冷落，所以我说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自由度很高。而讲到自由度，这个游戏每个角色除了基本的技能天赋之外，还有各自的本命武器，另外还有这个灵宠做搭配。在技能树中，就如同每个 RPG 一样，每升1级就会有1点技能点数让各位点，而各位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想要升级的属性。那如果点错的话，也不用担心，按滑鼠中键或者是长按 R 键即可将点数重置。那滑鼠中键是单点重置，那 R 呢则是整个重置，所以不用担心技能数乱点啦。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先升级技能的加成，因为打斗的时候我发觉我比较常使用技能，而各位可以依照自己自身的游玩模式来就是点这个技能数，所以如果发现某个技能很少用到，或者是基本上没用到，就可以先将这个技能的点数省下来，点到自身机体的属性 buff 上，又或者是说如果角色定位是补师的话，我就是将点数点在血啊或者是防御上，因为反正他也不太会攻击嘛，所以技能的点数呢，我觉得就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就是不用担心点错。再来是各个角色的武器，就是除了技能外，各个角色的武器上还可以装上符石，增加额外的辅助属性。所以如果是坦的话，可以加颗手谕符石，让角色变得更硬；又或者是加暴击符石，让伤害担当的角色的伤害呢可以更进一步；亦或者是利用符石来弥补技能点数的不足等等啦。我自己本身是很爱用这颗连斩符石，因为我觉得就很万用，就是很常触发这个2次普攻的攻击，所以如果角色不知道要装什么的话，我都先装这颗连斩符石。而同样的，就是符石呢，也可以自由的做更换。接着是还有灵宠，就是灵宠除了装可爱外呢，也算是个额外的辅助单位。各位可以看到，灵宠跟某位角色绑定契约后，可以额外的增加特殊效果。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绑定某些特定的角色。那当然，如果要更换的话，也是很自由的，按 Tab 即可。这就是我说这个游戏光是在角色研究啊，还有就是技能搭配上，就可以花蛮多的时间了。
再来就是战斗了，那战斗模式大概就是结合了回合制及棋盘类的游戏，移动然后攻击，但并非单纯的移动攻击，而且它的这个战斗的场地也不像棋盘一样一成不变。各位在战斗的时候会需要考量很多因素，譬如地形、五行克制、机缘、角色特性，甚至还有夹攻这类的因素。另外，场上有时打败敌人会掉出宝物，需要角色移动至该处拾取，就会让走位上的变数呢又变得更多了。而且它在游玩上呢还有各种不同的玩法，譬如像强点防守，在任务中就会半强迫各位要将队伍分开行动。又或者因为故事的需求需要单挑或者是指定人数，所以各位就要自行决定派哪位角色上场。因为这些游玩方式呢，所以这30小时至少让我觉得玩起来就是乐趣横生啦。那你说会不会很浓？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因为故事剧情的地图基本上打一次就没有办法再打了，就只能继续推进，除非是就是各位地图上的一些异兽，因为他们会一直复活，所以各位可以一直用他们来练功或者是测试新角色或者是新技能。而钱的部分呢，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因为我玩到目前为止，除了刚开始外，是没什么碰到钱不够用的窘境啦。而且钓钓鱼其实也可以赚些额外的外快，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呢，其实在钱的判定上，我觉得蛮宽松的。可能也因为我选困难吧。那这个游戏有4种难度让各位选择，就是简易、困难、噩梦以及硬核。那因为我没有玩过战棋游戏，就是怕选择难度太高，挫折感太重，但又不想要无脑评 A， 所以我选了困难。那对我而言，就是我觉得玩起来难度适中，就玩起来很开心啦。最后最让我惊讶的是，玩了30几个小时，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简直不要太划算啊！那制作组之后还会继续更新，这真的让我心好痒啊！因为感觉好像有人故事讲一半没讲完，心就会痒痒的。那我尽量不要提到太多剧情，怕爆雷啦，让想玩的玩家自行摸索体验。那这边就是我最近沉迷于《天灵混元》这款游戏的心得。之后如果还有更新，我就再继续做影片。那这次就先这样，我们就下次见喽，拜。And we say bye bye.